线材选用6股的手编线以及 4.0 毫米的钩针。首先锁编起针，编织97个辫子针，起针数是20的倍数，加17针，例如117针、137针等。根据用线不同以及个人头围，调整锁链长度。锁链完成之后，我们返回倒数第2针，在锁针的背面挑里衫的一根线，在这里钩织一个引拔针。在下一个锁针上同样挑里衫，钩织一个引拔针。在接下来的6个锁针上继续编织6个引拔针。第8针结束，在下一个锁针上编织一个变化中长针。首先钩针绕线，穿过里衫，将线带出，然后将第一个线圈一次性穿过后面的2根线。在后面的锁针上同样编织一个变化中长针，钩针绕线，穿过里衫，将线带出，将第一个线圈引拔穿过后面的2根线。后面继续重复操作，对应每一个锁针，一共编织80个变化中长针。第80针结束，在另外一端剩余的锁针上再编织8个引拔针。第1排结束，第2排首先锁1针，翻转织物。我们在后半针上挑一根线进行编织，对应第1排的8个针目，同样钩织8个引拔针。第8针结束，对应中间的80个针目，编织80个变化中长针。第80针结束，在另外一端剩余的针目上再编织8个引拔针。第2排结束，第3排同样锁1针，翻转织物。在后半针上挑一根线，首先按顺序编织8个引拔针。第8针结束，在接下来的针目上编织5个变化中长针。第5针结束，后面编织10个辫子针。锁链完成之后，在主体上空出10个针目。在下一针上继续正常编织，一共钩织10个变化中长针。第10针结束，后面编织10个辫子针。锁链完成之后，在主体上空出10个针目。在接下来的针目上继续编织10个变化中长针。后面的部分重复前面的规律，一直钩到另外一端即可。第3排结束，第4排首先锁1针，翻转织物。这一排重复第2排的针数，在织物两端各编织8个引拔针，中间按顺序编织80个变化中长针。后面第5排至第9排针数不变，按照相同的方法编织。第9排结束，这样完成织带的前半部分。接下来我们编织后半部分。第10排首先锁1针，翻转织物。同样在后半针上挑一根线，按顺序编织3个引拔针。然后编织4个锁针。后面空出4个针目，在下一针上编织1个引拔针。这里留出的4个针目就是扣眼的位置，后面正常编织，
在接下来的针目上钩织10个变化中长针。第10针结束，我们在第3圈空出的10个针目上再编织10个变化中长针。第10针结束，接着将线圈移到织物的另外一侧。我们将线团缠成这样的长条状，方便由中间的洞口穿到另外一面。在另外一面继续正常编织，首先在第9排空出10个针目。在接下来的针目上再编织10个变化中长针。第10针结束，同样在第3排空出的10个针目上编织10个变化中长针。第10针结束，重复前面的步骤，将织物移到另外一侧，同样将线团由中间的洞口穿到另外一面。在另外一面继续正常编织，首先在第9排空出10个针目。在接下来的针目上再编织10个变化中长针。后面的部分重复前面的规律，一直钩到另外一端即可。第10排结束，第11排首先锁1针，翻转织物。这一排针数不变，在织物两端编织8个引拔针，中间按顺序编织80个变化中长针。首先编织8个引拔针以及10个变化中长针。第18针结束，与前一排方法相同，我们需要将线团穿到织物的另外一面。后面继续正常编织，在接下来的针目上再编织20个变化中长针。第20针结束，同样将线团穿到织物的另外一面。每次钩到纽花的中间位置，需要手动穿1次线。后面的部分不再赘述，第12排至第16排按照相同的方法编织即可。第16排结束，第17排首先锁1针，翻转织物。前面先按顺序编织8个引拔针以及5个变化中长针。第13针结束，我们在前半部分空出的10个针目上钩织10个变化中长针。第10针结束，在后半部分的边缘空出10个针目。后面再按顺序编织10个变化中长针。第10针结束，在前半部分空出的10个针目上编织10个变化中长针。第10针结束，在后半部分的边缘空出10个针目。后面再按顺序编织10个变化中长针。我们按照前面的规律，一直钩到另外一端即可。第17排结束，后面第18排和第19排针数不变，在织物两端编织8个引拔针，中间按顺序钩织80个变化中长针。第19排结束，我们完成整个织带的部分，在其中一端缝制好纽扣，最后用熨斗烫一下会更加柔软。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